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将经过土河高速前往游览喀什。喀什这座跨越了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热烈又含蓄，缤纷而朴素，繁荣而安详，美食众多，令人不舍离开。喀什还是一座传统而现代的城市。近期，中国科学院院刊提到，支持深圳、青岛、大连、喀什升格为直辖市，引发了热议。对于4个新的直辖市的提议，有些人对学术机构把喀什列为直辖市会有争议。为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网络公开统计的数据。从 GDP 来比较，我们把喀什和经济最发达的深圳进行比较。喀什生产总值890亿元，深圳是2.4万亿元，喀什只有深圳的4%。从人口数量来比较，喀什常住人口464万人，深圳1303万人，喀什是深圳的36%。从人均 GDP 来比较，喀什是1.9万元，深圳19万元，喀什只有深圳的10%。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来比较，喀什是2.6万元，深圳11.2万元，喀什只有深圳的23%。的确，从数据来看，目前喀什确实和东部发达城市差距很大。但是，作为喀什这座古城的热爱者，我们是全力支持喀什升级直辖市的。话说，差距越大，不正意味着发展空间越大吗？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喀什这座古城呢？来吧，和我们一起认识这座城市。说到南疆重镇喀什，不得不提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一个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沙漠的北面是天山山脉，西面和南面是喀拉昆仑山和昆仑山脉。沙漠被群山环抱，干旱少雨，环境恶劣。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思是传说中的被咒诅的淹没在沙漠之下的城市。这里到底有多干旱呢？沙漠里的一些动物都被逼得养成了夏眠习惯，要靠睡觉熬过炎热干旱的夏天。而在沙漠的边缘，却有一片片的绿洲，在富饶的绿洲上建立起了一座座城市。如果说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叶城、和田是一片片的沙漠绿叶，那么位于沙漠西边的喀什就是当之无愧的沙漠之花。漫天风沙丝毫阻挡不了它的绽放。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一条高速公路，这就是土河高速。从吐鲁番经过库车、喀什再到和田，我们就沿着这条高速分2天到达喀什。第一天，库车到阿克苏，约256公里，行程3个小时。在阿克苏 4S 店保养车子后，第2天再从阿克苏至喀什，约462公里，行程5个半小时。前往喀什的路上要经过阿图什，阿图什被誉为无花果之乡，无花果就是在唐朝时由阿拉伯传入这里的。作家王蒙曾经写过，新疆阿图什一带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要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在阿图什的阿兹汗村路边，我们在一个兄弟俩的摊位买了些刚摘下来的无花果吃。无花果很新鲜，入口即化，清甜如野蜂蜜，却又自带清香，令人回味无穷。阿图什的阿兹汗村，家家户户都有无花果园。我们进入了库特蒂亚尔一家，这一家人热情而友好，我们也品尝了他家甜甜的无花果酱。要知道，新鲜的无花果保质期只有2天，于是他们就把吃不完的无花果做成果酱。如果你也喜欢，可以先买1份来尝一尝，真的是甜如蜜。喀什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名城，有2100多年的历史。古城以艾提嘎尔清真寺为中心，向外延伸扩展。上午穿过艾提嘎尔清真寺广场，去西边的小巷闲逛。住在老城里的人们大都和善而平静，他们一大早就把庭院和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家家户户门前种植的无花果树和花花草草都用水洒过，在巷道两侧排出2道宜人绿意。街巷里有出门上学的孩子，有快乐玩耍的孩童。晨光中，古城小巷一片安详的生活气息。在喀什古城，你需要用脚步在街巷深处探索，才能深切地感知喀什古城的悠然与缓慢。走进小巷的深处，仔细欣赏一下住户大门上和墙上繁复而美丽的雕花，你就能够体会到这里的人们有多么的热爱生活了。在喀什老城的西边，横亘着一段黄土墙，这是目前喀什最古老的古城墙遗址。这里就是乌斯坦博伊街。乌斯坦博伊维吾尔语也就是河边的意思，因为有了水，这条古街得以发达。不足1公里的街道上汇聚了许多商家和店铺，这里有卖花帽的，卖铁艺的，卖茶叶的，卖馕饼的，还有卖鲜榨石榴汁的。喀什老城最为有名的百年老茶馆也在这条街上。买格莱大剧院门口一整天都放着民族音乐。
认识一个古城，你不能不看看它的夜晚。经过光影的投射，喀什古城变得有些梦幻起来。我们在街巷中穿梭，没有目的地游走在小巷之中，任由那些转动的影子引领着我们，在这安静的夜色中带我们走出巷口。如果说喀什古城只有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以及街巷中古老的各种手工巴扎这些异域风情，那么喀什古城就缺少了灵魂。是的，喀什古城在历经2000多年之后，让无数旅行者仍为之向往的是这里的小巷之中，无论白天还是傍晚，那些奔跑的孩子们的笑脸和欢快的笑声。你好，你好，你好。老城的人们常说，除了太阳和月亮买不到，你在巴扎什么都能买到。在喀什，不逛巴扎就不能真正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就是东门巴扎，是整个中亚地区最大的集市，有摊位6000多个。这里小到居家过日子的锅碗瓢盆、卷纸、肥皂、生活用品，还有各种干果、花茶、调料。颜色鲜艳的锦缎被面，制作沙发靠垫和坐垫的布料，多到你会产生选择困难症。在一家专门卖靠垫布料的摊位前，我对这块红色的布料爱不释手。在服装面料区，各种新疆人们喜爱的传统特色裙子布料多得令我眼花缭乱。看到维吾尔族特色小花帽，我更是开心不已，精心挑选了几顶小花帽，准备回去送给小朋友。如果你只看了喀什的东门巴扎，那么对于喀什你还只了解了一部分。喀什的牛羊大巴扎才是最具烟火气息的，根植于这里绵延1000年之久的最具传统色彩的大巴扎。这里是南疆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这个巴扎只在每周日开始，场面十分壮观。进入市场能看到新疆的各种传统美食，有烤包子、馕饼夹肉、手抓饭，热气腾腾的，很是吸引人。再往里面走就是活畜交易市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头母骆驼带着还在吃奶的小骆驼。在牛羊大巴扎，有生以来见到了那么多品种的羊，有的雪白，有的全黑，都被圈在那里。买到羊的维吾尔族老人，旁边的2个小男孩，他们称为巴郎子，
帮老人把羊抬到了车上。交易完成的卖家和买家坐在地上核对交易金额。想知道1头奶牛的卖价是多少吗？听说是9800元。每次的新疆之行，我们都会在喀什多停留几天，实在是太舍不得这儿的美食了。喀什的美食就在路边一个个极不起眼的小店里。手抓饭就是艾里扎提抓饭馆，这里的抓饭名副其实，炒饭的每1厘米都渗透出羊肉的清香。米饭上的羊肉香浓而不肥腻，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味道超赞。还有鸽子汤，鸽子和鹰嘴豆炖得很嫩很香，很好吃。最后还要提一下烤羊肉串，这次经常去的老驿站快餐厅。这里的羊肉串3元一串，进去要一壶茶，几串羊肉串，再来一碗拉面，1听奶皮，生活就是这么的惬意和幸福。在喀什，我们合着这座千年古城的节奏，悠闲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你该知道了吧？这是一座不但令人喜欢，还令人念念不忘的城市。如果有一天它真的成为了直辖市，相信它依然不会丢失千年古城的灵魂。下一集我们将前往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合曼乡。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